日本影史第一，无限城篇超越泰坦尼克，历史第三。鬼灭这部动画做对了哪些事情，能走到这样一个高度？鬼灭做的最好的一个点就是原作的剧情没有烂尾，或者说没有给观众整个大的。想想我们看看和鬼灭同期的动画，首先就是咒术回战，你现在提这个动画，哪怕动画里没有，也完全不影响五条悟变成小丑。在这之前，可能还只是鬼马咒玩家的调侃，在这之后彻底变成了互联网迷因，各种表情包层出不穷。然后就是推子，也是类似的情况，赤坂明和借剑下属实是卧龙凤雏，他们的作品起头很厉害，就是爆，然后收尾的时候被钉在耻辱柱上，甚至是怪兽8号。以防大家不知道，怪兽8号的第2部评分俯冲 5.3 了，而这也是因为怪兽8号的漫画草草收尾了，属于是典型的腰斩特征。甚至是巨人这动画之所以风评下降，其实和结局的收尾怎么样没什么关系，而是他偏偏要塞一个艾伦破防的画面，在剧情结尾的地方，鬼灭之刃好好的让作品平稳落地，没留下什么画饼，再加上王道剧情本身不需要过多的思考，不会留下什么给人解构的空间。别看我好像在说鬼灭剧情单薄，要知道很多作品往往就是留下了足够大的结构空间，才会出现一说起是某部动画就有人跳脚说闹麻了。比如克莱纳的前段时间在网上就被解构成了穷人家庭的悲剧，乌合猪择偶不慎云，好好的包了顿饺子，让作品平稳落地。在后异度侵入时代来看，反而是一个值得称赞的操作。鬼灭能火的第2个原因很明显就是强大的制作，大伙儿看过原作漫画就会明白，作者高低得给动画制作组磕2个，毕竟好原作遇上差的制作，然后变成路边一条的漫画从来就不是少数。比如最经典的你动画画像蓝色时期，这个漫画各方面都透露着一种极其用心的感觉，能够用画面传递出含蓄中的热忱。但动画嘛，不能说完全不能看吧，就是能看的地方不多，或者像青之香那样走了和原作差不多的路，刚开始极其精美，越到后面越怪，而且这个制作还得是全方面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动画作画精良，原作顶级的夏日重现，因为音像监督拉胯了，视听体验上差了点，没能步入现象级作品的行列。而像赤坂明的另一部漫画《辉夜大小姐》，原作其实画的也不怎么样，动画化把辉夜抬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推子漫画画面好，那是人家横枪蒙国老师画的好，所以画面作为一部动画最直观的部分真的特别重要，你说是吧，租借女友？而被好制作抬高的漫画可就太多了，介绍就算了，翻一下漫改的列表，把那几个4格漫画单独拎出来，全都是典型案例。鬼灭能火爆的第3点就是营销做得好，这说法在粉丝听起来或许有些刺耳，但营销本身并没有错，你都花了大手笔把动画做出来了，各种宣发渠道就应该同步安排上。而鬼灭所属的索尼系动画就更加了，他们是最早选择拥抱短视频流媒体的，而他们在鬼灭之前最成功的营销就是国家队。大叉叉这个国家队的称呼是日本那边在一次采访的时候自己说出来的，因为参与动画制作的都是业界响当当的响当当，这称呼根本不是动画圈子讨论给动画带上的名头，而更加常见的宣发手段则是一集多少多少小时，福利连、胆大党、推子都干了。总之开播前先把噱头打出去。还有在互联网推广，我最近做了视频才知道，其实有很多季番在开播前后是会找 KOL 做推广的，我这粉丝量私信里都有好几条，主打的就是一个造势。但还是那句话，我动画都花了那么大劲做出来了，不宣传一下别人怎么知道我做得好？而至于鬼灭嘛，那就是宣发和天时造就了一场完美的螺旋上升，不断的推出动画续作保持热度，也是一种观众和动画公司的双赢做法。曾经我在视频里说鬼灭之刃火的妖异，我不理解，这是一个出于感性的主观判断，单纯就是觉得鬼灭作为一个制作优秀的王道向作品好，那确实很好，但没有必要神话的那么高。同时这动画似乎不至于演变到大宗环境内不允许说这动画哪不好，或者说不允许说哪做的不够，这股热潮就很诡异。但就在我以前的视频里这样说了之后，有一个观众私信我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我在这里说昨天 IGN 给鬼灭之刃无限城评分是6分，我相信肯定会有一部分粉丝会炸毛。那我为了我能火，我就带大家从客观角度看看鬼灭到底做对了哪些事情，同行比起鬼灭又差在了哪一步。我很好奇大家对鬼灭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在评论区聊聊吧。不过咱们先说好，商业成绩顶尖不能直接等于作品优劣的顺位，这个可不能当堵嘴的理由啊，不然碟片卖不过 IS 的动画难道都比 IS 差吗？那租借女友的商业成绩好像也挺好的呀，难道这是个好作品吗？不合适吧。我是凯奇，我想和你聊聊动画。